清晨，武当山的道人在狮子峰迎接着太阳的第一缕光芒，他的身后是这座大山的最高峰天柱峰。600年前的公元1413年，明永乐皇帝听说武当山金顶出现了五彩祥云，这一年武当山不断传来捷报，文献记载金顶共出现了多达11次的祥瑞之兆。似乎是偶然的这一切，对武当山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公元2007年的冬天，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让武当山异常的安静。600年前的公元1412年，也是这样的一个冬日，明永乐皇帝的驸马都尉穆欣奉旨来到这里。望着飞扬的大雪，他总是不禁回想起长宁公主。6年前，永乐皇帝的小女儿下嫁云南穆王的小儿子穆欣，穆家从此成为了皇亲国戚。谁料风光的日子没过几年，长宁公主在一个冬日突然中疾，不治身亡。厚葬了妻子后，他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忧虑。穆欣是明朝开国功臣乾宁公穆英的小儿子，他是受到很好的家教的，他饱读诗书，琴棋书画物不精通，所以说呢，他在朱棣登基的那一年就被选为朱棣的小女儿长宁公主的驸马。在忐忑中度日的穆欣没有想到，永乐皇帝朱棣非但没有怪罪，还任命他为督建武当山皇家道场的总提调官，监管全部宫殿群的营造。明朝政权呢，从朱元璋开始，就依靠两种人来保卫天下，一就是依靠朱元璋的儿子朱家的子孙，第二个呢就是依靠朱家的女婿。来到武当的穆欣就居住在玄天玉虚宫内，这里是整个营造工程的大本营。身为皇亲国戚，穆欣清楚永乐大修武当的真实原因。一个失去了公主的驸马，在尔虞我诈的皇室中生存，穆欣更清楚自己需要来自老丈人的有力支撑，所以他无时无刻不在寻求机会，以报答永乐皇帝的知遇之恩。今天的南延宫两仪殿旁犹有穆欣所题“南延”二字，这种方正圆润、舒展大方的字体甚得永乐皇帝欢心，被称作台阁体。于是穆欣用这种字体为武当众多宫观题写了牌匾。然而心思甚密的穆欣所做的还不仅仅如此。公元1413年，永乐皇帝拿到了这样一幅图画，画中武当山主神玄天上帝在五彩圆光中出现。怎样表现天下太平，表现统治者统治有方呢？
当然要制造一些所谓的祥瑞，有了灾害那是坏的，那是上天示警。那么上天对皇帝的表扬，就通过这些祥瑞，就是说他的一些吉利的事件，一些比较奇怪的，人认为是好事的一些事，这个凡是在皇帝需要这个的时候，基本上就会出现这样的事件。在木心的精心策划下，武当山大顶几乎每月都有瑞兆显现。朝廷又把这个彩图编印成书，在全国发行，实际上就是宣传朱棣取得天下，取得全国的统治，是所有的武当山玄天上帝的保佑。那么木心完成这个任务完成得很好，所以他受到朱棣的特别的奖赏。此时木心来到武当整整1年，永乐的赏赐说明他恰好地捕捉到了那微妙的圣意，而这一切也似乎预示着这座大山日后不同凡响的命运。公元1416年早春的一场急雨过后，武当从冬眠中醒来。木心接到了来自京城的消息，一艘载着特殊使命的官船将从北京出发，沿运河南下。明永乐皇帝朱棣特意为这条船下了一道圣旨，沿途船只务要小心谨慎，遇天道晴明，风水顺利即行。船上要十分整齐清洁，并特别告诫此船不能生火坐。这里是武当山中观的索道中心，从这儿乘坐索道走垂直距离也要30分钟才可以到达天柱峰顶。然后游客还需沿着山路继续前行，经太和宫，过南天门，踏上几乎是垂直而上的9连灯，最终抵达朝拜的目的地金殿。慕名而来的游客感受着神奇，更惊诧于600年前的工匠们是怎样登上云遮雾绕的山峰。在海拔1613米的天柱峰顶，平添了一座可以媲美北京紫禁城的宫殿群。公元1416年，在完成各大主要宫观的建设后，朱棣下令敕建天柱峰太和宫。这意味着背井离乡多年的工匠们将开始武当宫观营造中最难的工程之一。直到今天，这座金碧辉煌的铜铸鎏金大殿仍熠熠生辉，它无疑是太和宫中最灿烂的一笔。这座目前中国最大的金殿坐西朝东，屋顶采用的是皇家专用的重檐舞殿式，与北京紫禁城太和殿形制相同。如此高规格的建筑，全国仅此一座。关于金殿是如何神奇地伫立于天柱峰上的，则充满了种种猜测。
有人说，金殿是在北京铸造成型后，整体送达武当山的。在运载和吊装技术尚不发达的600年前，如果说走水路运到武当山下还有可能的话，那么总重达数十万斤的金殿运送到天柱峰顶，在当时则难以想象。所以有专家提出，金殿是在北京完成全部构建的铸造后运抵天柱峰之上的。运上去呢，如果是分解了，这个运上去打了包了，装了箱了，抬上去问题不大。4个人一抬，如果说抬个轿子也抬上去了嘛，抬个轿子也是200斤呢，连轿子带人，那他200斤一个箱子抬上去，那问题不大。卢华清是武当山古建工程队的总工程师，今天他带领着新同事来到金顶，帮助他们熟悉古建维修工作。为啥我们看我们原来的它这个金顶上是一柱一板带扶手都带得起的，这一块这个单立的，那都知道说它后来这个维修的一种痕迹。我你看为啥我说它这个房子以前是没有的来看，这个地方你看没？还有个栏板呢，是以前这样装过去的，就很简单了，你看没？这个栏板和那个栏板应该是叠住的。光金殿。对，光金殿，这个整个以前的我们的光金殿，那么这个应该是主要是我外祖父那时候非常年轻时候，他带了一帮人在这个修的这2边个配殿这个房子。你看我们从这个痕迹上看，为了凸显金殿的神圣，明朝时金殿两旁没有如今的配殿，金殿独自屹立在天柱峰顶一块面积约160平方米的石柱平台上，殿内神像、供器、基案均为铜铸鎏金，正中供奉着玄武大帝神像，右边金铜捧册，拘谨恭顺。左边玉女端宝，娴雅俊逸。水火二将分别执旗捧剑。从修建之初到如今，玄武神就这样端坐了600年的时光。整个武当山的那个铜像啊，基本上没有生锈的，大部分呢都呈现一种那个紫铜色。所以很多人呢，包括我们有时候就管它叫紫铜像。那就是实际上它的材质啊本身非常好，而且铸的呀，这个几乎从表面上看不到它那个气泡，所以铸造技术呢又非常精良，所以应该说这个武当山金殿的出现，在建筑史上啊应该是个奇迹。当年永乐皇帝按照自己大殿的规制，为玄武神营造了一个金殿，这是他能想象到的最高礼遇。或许在他的内心深处，自己就是玄武神的化身，俯瞰众生，统领了大明王朝200年的天上人间。
密合缝的宫殿呢？金殿如何装配的，如何焊拢去的，做的那么精致，这个工艺需要多高的水平，举世无双的。不是说我们这个民族啊，说这不行那不行，光凭这个工艺，我们的全世界已经领先不知道多少年了啊！这种技术，那是人家都没有的。所以我中国从来在文化上是全世界的带头羊，这个一直到整个明朝都没有落后。古老的宫殿带给人们的又何止这一个谜团？金殿外有一块金光灿灿的金砖，历代文献中没有关于它的任何记载。它是源于安装者的疏忽，还是有着某种特殊的含义呢？然而正是它泄露了金殿严丝合缝的奥秘。它跟这个明代这个建筑这个榫卯结构呢，也应该说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榫卯结构一个特征呢，就是什么呢？榫子进去之后，在这个木头的对面榫子头要透出来。铸造者有意无意的是仿这个木殿来做的这个金殿原来古代的工匠们仿照土木建筑中的榫卯结构，用3000多个金属铸件、3万公斤纯铜和几十公斤黄金共同拼接而成了金殿。他要把金子镀上去，把金跟水银就要做成金拱旗，合金涂在这个构件上面，在构件上面以后，然后加火把这个汞化掉，只剩下金贴在上面，工艺很复杂的，也剧毒。我到现在都不懂，那个金镀在上面以后，后来再去焊的时候，居然没有任何损坏。为了让后人了解金殿的构造，不让这项古老的工艺从此流失，3年前卢华清在维修金殿台基时留下了一个特殊的标记。这块金殿，那么这2块又是明代。那么这一边是最能说明的问题，就是说呢，为什么我说它是个房子，整个这个金殿的，就是榫卯结构。我们要想拆掉它，必须是最后一块装上去的，第一个把它拿掉，才能把它整体拆掉。对，它因为它整朝起的特的。那么我这个地方专门有意识的留了一个痕迹。你看它这个燕尾绳，你看吧。所以当然留的下次。我有意识的留，就是给他们导游们专门给讲这个金殿的结构，是吧？就有一个痕迹。正是一代代武当山人的巧妙设计和精心维护，金殿才完美无缺地留存至今。从土木结构的紫霄宫到南岩石殿，最后为金殿，古代的工匠们将传统的五行思想与建筑完美的融合。这个中国嘛讲风水了，所以金木水火土了。金属是作为一个很贵重的东西了，用了这个金殿，不仅是铜，还金的成分也有。所以我想呢，但是做了最高的等级的这个建造，一直所以就到了最顶嘛，最后这个高潮。公元1416年，那艘负载着特殊使命的官船运载的正是金殿的构件。9月初9抵达武当后，3000多个金属铸件在天柱峰顶上以中国古建中最传统的工艺进行插接，最后焊接安装完毕。此后，金殿巍然屹立于高山之巅。
自矗立之初，金殿便成为武当的中心。无论在山上还是山下，朝拜者都能够感受到它耀眼的光芒。他70峰朝金顶嘛，这都朝主峰嘛，他这个呢，这也是他总体布局的一个部分，因为它最高的节点就是国主都要能够看见它，但有很多小地方你看不见，就是主要的地方都能够看见，这也是这个建筑设计里头的建筑的布局的一个特点。这个武当山像一个神仙，是有时候露面非常庄严，有时候不让你看见，你不知道它引到哪里去了。或许这正是道家文化的玄妙和中国古建的含蓄之美。一直走到太子坡，你重新看见这个武当山的这个最高峰，金顶，到了这个地方，你就觉得哎呀，这神奇得很。你可以到那个福登观太子坡那个地方，你可以回头，你要不回头，你继续走，又看不见那个神奇了。但是这个一直要到哪里呢？要到南岩，你才看得见这个武当山，这一下子形影不离了。公元1979年，一个风雨交加的日子，社科院专家王玉成在攀登金顶的途中，看到了让他永生难忘的一幕。他那个雷电啪一下，看着那个闪电呀，就打在那个金殿上面，接着有几团大火球绕着那个金殿转，看着既惊奇啊，又感觉那个有一种恐惧的感觉，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这个事情之后呢，我就说这个问这个当地的老乡，后来当地的有一个老头啊，告诉我说这是武当山很有名的一个事情，这个叫雷火炼电。由于金殿是金属导体，遇有雷击，屋顶上便一片电光石火。平日附着在金顶上的烟尘锈垢被雷电烧炼，经雨水冲净后便辉煌如初。这显然又是一件难得的瑞应事件。从永乐10年来到武当7年间，这一年，当雷火炼电的讯息传递到京城时，朱棣露出了胜利者的微笑。这是皇权和神力的完美结合。它似乎预示着，这或许是木心来到武当后最温馨的一个清晨。从成为驸马的那一刻起，他辞别兄长，孤身去往京城。在经历了丧妻之痛后，孤独和寂寞陪伴他度过了身处异乡的岁月。如今金殿已成，他是否可以荣归故里了呢？公元1419年，木心接到了永乐皇帝发给自己的第6道圣旨。接到圣旨的一刻，木心仿佛听到了来自心底的一声叹息。现在他的未来和即将修建的金顶围城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永乐皇帝将最后的这项工程命名为紫禁城。也许正是这个名字让木心得到了某种启发，他决定仿照故宫紫禁城的规制来体现皇权，于是设东西南北4座天门，以渲染天庭仙界的威严。在道教信徒眼中，南天门是神与人沟通的地方，
所以只有南天门可通行，而东西北3座天门假作石峰。南天门下设鬼门、神门和人门，其中鬼门假作不通，高大庄严的神门是皇家的专用通道，平日只有人门可正常通行。为了完成永乐万万年与天地同期久远的设想，紫禁城城墙全部为巨石依岩铸成，每块石条重约1两吨。古代工匠们用糯米煮汁拌和石灰粉为浆砌筑，从表面看只一线缝，不见灰浆，这是一种极为高超的技法，俗称干白。这个工程的这个质量非常的好，这快600年了，500多年，快600年了，这个还非常的完整。经过很多的自然人为的破坏啊，现在还是很完整的。可能要讲质量的话呢，那应该给故宫的这个紫禁城是一样的质量的，而且有的还甚至于这个更好。周长344米的紫禁城所耗费的石料将达1000万吨，它的施工难度远胜于平地修建的故宫。当年的木心和工匠们是如何把每块高达1吨重的巨石运上金顶的呢？我后来在翻武当山志的过程当中，我就注意到永乐皇帝调到武当山的这些工匠当中，除了什么木匠、石匠、瓦匠、铜匠还有铁匠之外，还有一个工种，这个工种叫搭材匠。所谓搭材匠呢，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搭脚手架的工人。当年搭台匠围绕大鼎搭上了密密麻麻的脚手架，然后工匠们再把打制好的青石用极其原始的方式一层一层地搬运到所需的位置。但是在当年没有这种复杂的吊装技术的条件下，这个脚手架的搭制也是非常不容易所以说我们只能这样设想，当时的那种华人吊装技术，加上脚手架工人的努力，把一块一块的重达就是1吨重、2000斤重的这样的巨石搬上了这个紫禁城现在的位置，这个工程量也是非常的浩大。整个紫禁城工程历时5年才完工，它居险临危却又坚固稳重，犹如一道光环围绕金顶，让人叹为观止。没有个紫禁城把它做个基座围起来的话，就像你一朵花随便摆这里没有个花盆一样的，起不了这个整合的作用围墙的作用除了什么保护什么戒严警戒起这个作用以外，它在景观上它是有起很大作用。你如果说我们故宫呢把所有的墙都拆了，那还像个故宫吗？以紫禁城南天门为中轴线，中轴线上的主殿是太和殿，皇权与神权在这里完美融合，达到了云外神宫的意境。自此，修建了14年的武当山公馆全部告成。30万工匠和官兵共修建了金顶、紫霄、南岩、玉虚、五龙、玉真等33处宫观建筑群，创建殿宇房屋约8000间。武当山成为了集建筑、宗教、文化于一体的天下第1名山。
武当宫观全部落成后，木心就任位高权重的南京后军都督府事。此后，旅长宗仁甫又曾专职负责孝陵的4时祭祀，既是皇亲国戚，又是勋戚大臣。任驸马都尉50余年间，深得明朝5代帝王的恩宠。公元1424年，这一年的冬天，一场斋戒法事在武当山悄然举行。玄天玉虚宫提点人字员为368位工匠超度亡灵。没有任何文献记载下那些能工巧匠的名字，更没有人知道他们来自哪里。就这样，他们为这座仙山创造了奇迹，也让自己的灵魂与仙山融为了一体。